朋友们，说实话，最近是不是天天都在刷新闻，担心中国的石墨新规会让你的工厂停摆呢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你的答案呢不在新闻里，而在你自己的车间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carlett， 一名专注解决石墨材料工艺难题的博主。我背后是拥有大量生产研发经验的中国技术专家团队。关于中国的出口新规，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：它不是一堵墙，它是一个交通信号灯。它只是在提醒所有人，野蛮生长的时代结束了，接下来玩的是精细化。所以与其向外焦虑，不如向内挖掘。现在就是倒逼我们提升内部效率的最好时机。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也遇到过，明明是同一批原料，同一套工艺，但是出来的产品性能就是有波动，一批好一批坏，一致性就像坐过山车一样。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什么？很可能就出在了你这个每天都在用却很少研究的东西上面——石墨干锅。我来打一个比方，这个就好比一位米其林3星大厨，他呢在做一道顶级的清汤，他用最昂贵的食材，还有最精准的火候控制。但是你觉得他会不会用一口生锈的铁锅呢？当然不会，对吧？他会选择一口材质极其稳定、导热均匀，但是绝对不会给汤带来任何杂味的锅。因为这位大厨知道，这口锅就是这道菜的基础，基础如果错了，后面的一切都是白费。那么你的石墨干锅就是你产线上的那口星厨之锅，它的纯度决定了会不会给你的材料带来二次污染，它的密度和导热性决定了热场是否均匀，任何的瑕疵都会在高温下被无限放大，最后毁掉你整锅昂贵的材料。那这个干锅可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容器了呀，它是你所有工艺的基石。 OK， 道理我们都懂了，那么具体怎么做呢？我给你一个今天就能用的绝招。现在去你的工厂拿你的干锅看一看。一，看裂纹，这是否是均匀的皲裂，还是突然之间的炸裂？这个就暴露了你的升温曲线很可能存在着问题。第二就是看颜色，看你的干锅内壁是不是有奇怪的颜色附着，这说明它很可能和你的物料发生了你不希望看到的反应。第三就是摸残渣，看看你的干锅内部是不是有粉化、有掉渣，这说明它的抗氧化性可能已经撑不住你的工艺需求了。这些痕迹都在告诉你，你的提纯工艺到底哪里需要优化。学会读懂你的干锅，比看100篇行业报告都有用。所以朋友们，与其盯着外界的不确定性在那自己焦虑，不如关注你工厂的内部正确的选择和使用你的提纯容器。今天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的石墨干锅一般能用多少个循环呢？让我来猜一猜，你家工艺稳定性怎么样？我是 Scarlett， 一名专注解决石墨材料工艺难题的博主。我们下期见。